075两栖攻击舰两舰同款有哪些细节值得注意？中国如何组建自己的两栖作战部队？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能力又有多强？在去年年末之际，075两栖攻击舰2号舰正式服役，命名广西号，舷号32。至此，中国海军拥有2艘两栖攻击舰。而在2022年年初，2艘服役的075型两栖攻击舰同时现身，引起了外界关注。根据网友在广东湛江港口拍摄的照片，075首舰南海舰与2号舰广西舰停靠在港口中，2艘075舰之间还有1艘大型补给舰。而上一次2艘075舰会面还是在沪东船厂的时候，当时2艘军舰都尚未服役，而服役后的首次会合又是为了什么呢？有分析认为，通过补给舰同时现身这一细节可以判断，将在近期出海进行双舰训练，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海军拥有2艘航母战斗群，而自成军以来，2艘航母战斗群进行过几次同期出海训练，但往往都是各练各的，一南一北，地点并不相同。而第2艘075两栖攻击舰服役还不到1个月，就要与首舰同期同点训练，这个点值得关注。从这样的训练方式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海军面对台海局势的战略部署。我们知道，目前台海局势是解放军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随着美国不断激化台湾问题，以及岛内呼独的声音越来越大，外界推测解放军已经做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比如美国军事专家就预测，解放军将在2027年攻台，而解放军要攻台就必须考虑2个问题，一是拒止，二是登陆。前者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对台海局势采取的行动，而后者则是针对台湾本身的军事力量。按照五角大楼的战棋推演，到台海战争打响的时候，解放军将拥有3支航母编队。这些航母编队并不会直接参与攻台行动，而是会部署在台东、南北3面来切断援军。在做好对美日等国可能会介入的准备之后，解放军将集中两栖战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登陆作战。一旦达成登台目标，基本上台海战事的胜负也将决定。正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航母与两栖攻击舰采取了不同的训练方式，同时也说明解放军真正的攻台力量并非航空母舰，而是075舰。那么075型两栖攻击舰究竟有何作用呢？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吨位达到4万吨，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的轻型航母。而大航母意味着075舰也能搭载很多装备。据获悉，075两栖攻击舰能搭载30架舰载直升机，并且可以同时起降4架直升机。此外，075舰内部还能装载水陆两栖车辆以及登陆艇。075舰本身装有红旗10反导系统，可以有效抵御反舰导弹的攻击。075舰补齐了中国海军的最后一块短板，依靠着两栖属性，075舰将在岛礁作战中能发挥比航空母舰更大的作用。当然，075型两栖攻击舰最大的作用便是作为舰载直升机的作战平台。对于登陆作战而言，海军陆战部队最需要面对的便是对手会将重火力安排在沿岸地区进行阻登，尤其是美国声称要将台湾打造成一只豪猪，将包括 M1A2 这样的重型坦克出售给台湾。而台海的登陆作战又拖不得，必须要赶在美国介入之前尽可能快速完成登陆。武装直升机对于地面装甲又有天然的克制作用，因此这就是解放军要打造两栖攻击舰的原因。从装备来看，目前中国海军陆战队是以直19为代表的武装直升机，直8G 和米17V5、米1711为代表的运输直升机作为主力，并少量装备直18型直升机。但很显然，中国舰载型直升机的装备方面的欠缺非常大，这也是中国急需补课的地方。为了弥补武装直升机的不足，目前中国已经开展直10武装直升机的着舰训练。尽管直10主要是作为陆航直升机，但考虑到其强大的火力，以075舰为跳板进行快速登陆作战还是能派得上用场的。另外就是舰载版直20直升机已多次现身，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直20可执行多种任务。另外还有传闻，解放军有意向俄罗斯采购36架卡52武装直升机。相比较直10，卡52可以说是专业的舰载武装直升机。从近2年来中国海军陆战队在多型舰载直升机上大规模铺开列装的迹象来看，
中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全面备战的状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箭在弦上。夺岛作战是现代条件下最复杂的作战样式之一，考验着一支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与兵力投送能力。而075型两栖攻击舰正是为满足这两种能力而打造的。在武器装备升级之时，相应的作战部队同样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从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快速装备以及将大量舰载直升机投入使用，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打造一支战斗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两栖空突营。在去年3月份，《解放军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及到了北部战区海军陆战队某旅空中突击营这个词，让解放军的空突营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当时075型两栖攻击舰首舰海南号在1个月后正式入列。很显然，解放军的两栖空突营正是为075舰所准备的。那么，这支部队又有何过人之处？提起两栖作战部队，我们可以以美军的两栖戒备大队作为参考。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包括两栖戒备大队，实际上主要承担独立性极强的高级战术兵团任务。虽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战时配合海空军，平时会替代航母战斗群执行海上巡视任务，但美军海军陆战队又是独立于陆海空三军的存在。这也是得益于美军的两栖攻击舰拥有 MV-22B 鱼鹰等重型装备，可以起到快速部署独立作战的作用。而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很显然与美军是不同的，解放军两栖作战部队依旧还是在战区一级统一指挥下组织作战，属于战略部署的一个分部。考虑到目前中国的两栖作战部队在模块化建军上与美军难以匹敌，这种模式也是最合适的。毕竟解放军不需要去充当世界警察，而统一联合作战的好处，那就是无论是在平时训练还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两栖作战部队可以与海航、陆航、海军、战略支援等部队完成配合。就像前面提到的，陆航直10武装直升机部队经过训练就可以担任两栖空突营部队，达到效率最优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两栖作战部队也就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大革新。在过去，中国海军陆战队属于被忽视的军种，由于其规模小、合成化程度低，很长时间以来，海军陆战队都被认为只是维持小规模建制的附属兵种。毕竟在当年，中国海军都被美国嘲笑为蚊子舰队，海军连200公里外的海域都无法掌控。而随着中国的军事化改革，从推进全军机械化开始，中国海军陆战队出现成长，比如大量装备两栖坦克，从乌克兰引进野牛登陆艇的技术，以及研制071型船坞登陆舰等。而近2年来，075型两栖攻击舰的下水、多型舰载直升机的装备以及两栖空突营，毫无疑问，中国的两栖战力已经成长为全球第2。加上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模式，解放军的两栖作战部队其战斗力可以说是深不可测。